嗯。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门还是挺气派的吧？2根立柱是60乘60公分的，四四方方的，看起来没有多高，但实际上用到的材料却是非常多的。整个立柱全部是用砖砌起来的，然后空心砖的里面我们是填了一些水泥砂浆，相当于里面全部灌实了。等完全凝固了之后，今天呢，我们是专门留了一个师傅来做这个2根立柱的粉刷。现在已经是下午的时间，基本上2根立柱啊，还挺费工的。1天的时间能够全部给它粉刷完的话，应该还要加把劲，要努力啊。因为这个顶上也都需要去粉刷的。其实算起来，整个立柱面积还是挺大的。那立柱粉刷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量尺寸做这个大门了。然后整个院子大概的一个轮廓就已经出来了，基本上外墙的一些改造装修就差不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围绕着房子里面进行装修了。粉刷这2根立柱是一个仔细的活，我们是专门留了一个年轻的师傅来做这个，他也是比较有经验。可以看一下，1根立柱有4个面，每一个面接近是有2到3个平方左右，所以说整个面积还是挺大的。这个天气啊也是非常的炎热。先把底下处理好，然后呢，再把这个顶做粉刷处理。转角的位置都要用这样的尺给它，做一个粉刷。大家可以看一下，直线的转角是很平整的。主要是处理这些边边角角可能比较慢，真正做粉刷的话倒是很快的。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天我们所做的一些功夫，一镜到底吧。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这个小院改造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很多人都关心在农村买一栋房子或者租一栋房子进行改造养老究竟需要花多少钱。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院墙的改造，也就是外面的改造，用了70来个工左右，每个工200多，就是1万多的工钱，材料好几万，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房子的改造已经花了5到6万左右了。其实这边呢是运材料非常的方便，可以直接到达院子里面，不像之前我们改造的房子可能难度大一些。这个砖呢价格倒是不贵，每块砖的价格是2.9块，接近3块左右。主要就是做工的工钱比较贵，现在改造房子。然后这边的院墙呢也都全部做好了粉刷。最外面的那一块正在砌砖，因为之前我们是要从那边转运一些材料，然后那边呢我们就不封砖。现在我们的材料都进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要把砖给砌了，然后其他的材料我们可以从大门的那块进入了。这个发粪池昨天下午砌好的，还没有来得及做粉刷，做了2格，因为大哥说他以后在这边要种菜，所以要留点这个粪水好浇菜，所以呢就不做3格了。按着现在农村的标准来做的话，要做3格，最后留一个清水仓，然后排出去的。大哥说不需要，他因为自己要种菜，不想买肥料，用点粪水。这个砖墙的高度，前面这部分呢，我们是准备砌6块砖，1.2米的高度，然后趴在围墙还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这边的围墙今天下午应该砌得好。以前这里是房屋大门口的位置，朝着北边的方向。现在这栋房子改造了之后，换了一个朝向，大门口朝南，相当于北边就是房屋的背后了。然后这个过道现在已经给它砌砖封起来了，以后这边就过不去了。相当于在这块位置是做了一个厨房。然后房门朝着南边的方向，那边还留了个窗户。刚刚给这个大哥打了电话，他说这个屋顶做一边倒水，我们所有的师傅都给他建议两边倒水，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下雨天一边倒水的话，有南边的方向那就太高了，差不多3米左右。下了大雨，可能房门会被雨水给淋湿。两边倒水的话，这个样子就会好些，可能就避免了房门被雨水淋湿的现象。但是呢，大哥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听，所以现在只有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并且这个屋顶的材料，他准备用钢管来做这个结构，也就是屋顶的瓦条用钢管来做，然后盖的是琉璃瓦。迷宫师傅的这个叫做挂齿，砌砖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底下有一个吊托，主要看这面砖墙砌的直不直，在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之上。好多人都担心房子改造好了之后，房主过来把房子收回去怎么办？其实在之前我也给大家拍过视频，说过一个大概的情况，大家并不用太过担心，我们有专门的一些协议合同去处理这些违约的事情。如果喜欢想了解的话，可以私信问我。这里面呢就不便的去细说了，当然懂的都懂，对不对？这边的挡土墙也都砌好了，把这个厨房还有立柱这边全部做好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整地，也就是从这个挡土墙的位置回填一些沙石啊、泥土，然后就可以开始要打这个地坪了。我们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着节奏一步一步的在进行，争取在200个工时以内全部做完，然后也要在10月底把这栋房子的改造全部完成，然后交给大哥。如果做不完的话，10月底还做不完啊，还剩下一半的这个工钱我们是拿不到的。所以师傅他们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的辛苦，基本上中午吃饱中饭之后没什么休息，大家就接着马上开始干活做工了。看这个大门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一个师傅整整是花了1天时间给这2根立柱做一个粉刷，做得很仔细，尽可能的把这个功夫给做好一些，做得齐整一些，后面别人来量尺寸做大门可能更便利一些。小院一天天的都在变化，变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用了那么多的工时，那究竟200个工能不能把这栋房子改造完成呢？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